对不起，师父，我曾立下誓言，答应过你，不会再让黄粱梦现世，但我必须要救他。不管我做了多少，等了多久，当我再次看见他那双眼睛的时候，那里面和从前一样，根本没有我。你很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你若是再执意接近我的妻子明义，给她带来祸事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只有了灵脉，登上高位，你我才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欺负。你可以只为了自己，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。我定胜天。又见面了，老朋友。黄粱梦最后一味药是地乌木心，那如何可能找得到？地乌木心绝迹世间，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。府院有苏狐族能以幻境敛藏元神，说起来也算是一门长生之术。那我猜，这项法门是不是有可能暂且保住明义的命？主上是不是疯了？你明明知道，如此施行狐族法门是要受蚀骨焚身之痛，若稍有不慎，还会即刻疯魔失魂。你只说了这样做的后果，这就意味着此法门确实可行，是吗？主上，算我求你，算我求你。主上，狐狸术法引魂入幻，剥夺其他生灵的三魂七魄，编织幻境，在幻境中反施法术，用别人的寿元置换他的时辰。我去捉些没有家人的幽灵精怪，他们在这世间无依无靠，杀了也不会引起任何麻烦。不能这么做，我一旦脏了手，沾上了无辜者的血，明义绝不会原谅我，我也就与他再无可能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主上甚至不愿意对民意隐瞒说谎吗？这是我唯一的心愿。我骗过民意，也做过许多难以回转的事，但说到底，我要成为像他一样的人，才有资格和他站在一起。三魂七魄，入3000幻界，焚息烈性，渡碧落黄泉。以我赤身肺腑，平生玉术，延其年，益其寿。姐姐，司徒仙君，我找到救你的办法了，服下这瓶药。这是……姐姐，你先用药。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
我窃得法门炼化心头血，如此一来，便可以用我的寿元置换你的时辰。姐姐，我说过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姐姐。你，司徒仙君，你。他们真的通过了蒙元坛的结界？怎么会？禁止外人擅入友情界，退下。少君。叔父应该清楚，这道结界，除非是有情人，否则进不去的。他们应该已经过了鹊桥界，进入蒙渊潭深处。如果我不是明医，后果会怎么样？有形界只能接纳真情，若有作假，会受天罚，轻则元神破碎，重则灰飞烟灭。你不要命了？你阻止我，是怕我知道真相后，想要杀了你吗？不管你是谁，都如你所愿了。如今我们已经站在一条船上了，证明不了你的身份，我亦有麻烦。没有人能阻碍我想做的事，你也一样。错了，错了！
然。咱们吉星渊的婚事呢，按制，有情人先寻找吉日和福地，然后向星辉许愿，长相厮守。若是辉灵洒下星雨呢，那便是再幸运不过的了。接着呢，在鸳鸟的见证下，在姻缘石上刻上姓名。也许是你的萤火，所以我那么脆弱。这世间有太多爱恨汹涌的因果，你是否能为我停留？若你的还怪有人费心的。没有暖阳，燃烧我的心，装进你的胸膛。就算这缭乱的人间，只有我的微光，为你璀璨而点亮。若你的世界曾是无尽的荒，我愿撕碎我，去填补你的伤。就算这一生如流星，为相遇而短暂，此生仓促也做你的光。哎呀，这是吉星渊星辉之地的辉灵。有情之人向漫天洒落的辉灵许愿，便可以长相厮守。星空到你心中用泪滴答，要多久？而你对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毒酒。我喝下了我的痛，是换你的自由。爱一旦拥有，你愿与罪放手。在深渊背后挣扎许久，我想问天空，让这一生盔甲总是为你破碎又如何？命运从来没有错，太阳日终将会坠落，我拼命抵抗所有的荒谬。喝下了我的痛，去换你。他都被天雷劈了那么多次，还不放弃，累了，算了，让他磕吧。师傅在，求在，
七宝菜。恭喜二位，缔结良缘，结定心印，共通神识。走，我们先出去。自出深渊后，我第一次想要去相信一个人。多可笑啊！从始至终，你都是在骗我。直到今日，我绝不可能再留下你了。你如愿以偿了？你很得意是不是？你看着我，每天被你骗得团团转，你很开心是不是？不是，在你眼中，我到底有多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吉普赛，够了！不管你想要的是什么，这场仪式我不给你了，我不欠你的。吉普赛，其实我只是。明义，如果我觉得痛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恭喜新人镌刻姓名，季伯载名义，佳偶天成，长久美满。看来上古神石已经验明了名义的身份，寒风君亲眼所见，这下应该放心了。若是以后再有卑鄙小人给名义仙子身上泼脏水，我司泮堂绝不轻饶。好，司徒岭，你好得很。寒风君，可满意了？记住，从今往后，没有任何人能再质疑我夫人的身份。那是自然。恭喜季仙君和明义仙子验明正身。司徒仙君，
今日之事还需记入司判堂簿册，不如我与你一同回司判堂。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确实来自瑶光山，和明信有关。我就是明线。的未婚妻。抱歉，现在还不是时候告诉你。原来与我缔结婚姻的妻子是明宪的未婚妻啊！事情到了这一步，你觉得我还会信你吗？你先把27还给我，我证明给你看。他在木岐柏那儿受了很重的伤，若不及时治疗，他就没命了。我求你。27，好了好了，没事了。明信的从寿之所以跟我有感应，是因为我跟明宪从小相依相伴，如同一胎双生，亲密无间。所以明宪的从寿能为我所用，与我连接。而且，你从一开始接近我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青云大会上，明宪输给了你，是因为他遭到了旁人的暗算，才会失利。瑶光山内部兄弟之间互相倾轧，明宪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明星，他污蔑明宪叛境，随后明宪就不知所踪。我怀疑吉星渊有人勾结瑶光山内部，暗害明宪。现在看来，此人极有可能就是木岐柏。我为了活下去，也为了复仇，所以只能隐藏灵脉，离开瑶光山。后来就进了花月夜，想办法接近你。诚然，我的心思并不单纯，但是我跟你的立场是一致的。我怀疑木岐柏有问题。我想从他身上下手，查到底是谁在瑶光山害了明宪。而且我自始至终都没有伤害过你，我跟你一样想要对付木岐柏。哼，我听明白了，你想要继续留在乌龟海对付木岐柏？是的。好啊。那让我来猜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是不是想说，木岐柏与瑶光山脱不了干系？若我留下你，让你做我的帮手，或许能尽快找到木岐柏的背后之人。还是你想说，在别人眼中，你我已是一体同心，若是我将你杀了，你贸然失踪反而会遭到怀疑，困住了我的手脚。所以不如将你留下来，给我做掩护。
我也可以继续调查妖兽，对吗？看来季仙君心里也清楚，留下我是个很好的选择。林毅，比起杀了穆七百，我现在更想杀了你。季贤君，很抱歉我骗了你，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妖兽君跟穆七百。季贤君，还要再装下去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是，我的灵脉不是用引魂钉藏住的，是用了别的办法，所以师才消耗过度。何必再装出这副柔弱无助的样子？你即便是死，与我何干？你没事吧？林毅，而且，你我真的是难兄难弟啊！我刚治好你的伤，你这刚好了点，就得保我的命。没想到这百世彼此严重了。林毅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怪我，都是我太笨了，才会落入他们的圈套。对不起。要是我把你害死了怎么办？哎，不说这些丧气话啊！我这不还在这儿呢吗？你看啊，我没事儿，你也没事儿，我们现在都在这儿，就是最好的了。而且怎么能怪你呢？只能怪敌人太狡猾了。当务之急是想办法说服季波彩跟我们联手。他为了你，违背神使的意愿刻字，受了重伤，与你结下心印。眼下，你对于他而言就是莫大的威胁。可他还是忍不下心杀你。明义，我们的计划成功了。他真的喜欢上了你。是啊，所以我是真的没心呢。那你又能怎么办？情爱又不能救你的命。眼下你们好不容易结下了心印，那我们肯定是要去灵犀井拿到黄粱梦的，对吧？先沉住气，等他消气了，愿意与我们联手，我想还有机会的。眼下，咱们还是得先想办法从这里离开。明义跟主上结了心印，万一他知道了黄粱梦的下落，就可以凭借心印随时进入主上的灵犀井。我们得杀了他。我有办法让他拿不走黄粱梦。不愧是主上，那总得处理他吧？他还有利用价值。那我先把猫给杀了。杀了那只猫又有什么用？他又没心印。那还是得把他先给杀了。不行，你不能处理问题只靠杀。诚然，杀了他是能解决一些问题。明白。回来。
我真明白了。你真不明白。去一趟瑶光山，打探一下明显的下落。明白。亏我还把季伯仔说的那么深情，说什么他还爱你，他还喜欢你，都这么久了，人影都不见一个。不愧像蛇师傅说的，他是个王八蛋。季贤君，季贤君，我们谈谈吧。穆西柏现在手里捏着妖兽军，你知道怎么对付他们吗？我有办法。我愿献上制衡妖兽军的法门，以示合作诚意。合作诚意。一个不知底细的人，我怎么敢用？等你愿意跟我说实话了，再来跟我谈合作。季贤君，季贤君，季贤君，你跟我谈谈吧。季贤君，请复制留步。其实我也可以离开明县的，这不是人待着。季贤君，这老李阴了，明义他昨夜他消耗过度，他怕是病了，快把我们放出去。季贤君，这老李真的太冷了，你要不进来看看我呢？你好好说话。季贤君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明宪是我的未婚夫，我跟他。季贤君，哎呦我的命呐！季贤君，明义他晕倒了，明义他晕倒了，明义他晕倒了！哎，别演了，人都走远了。哎，他怎么有眼不见？公主，公主可是要去无归海？秀云，你去外面等我。严仙君还是多担心自己吧。最近给叔父办的几件事都搞砸了吧？你这条狗还得主人信任吗？这就不像季仙君了。有能力的人呢，越是想控制他，他只会越不服。万千玉下之术，都不及容人之量。是容人，还是容忍？公主不如直接传召季伯载觐见，这样听起来还更像回事。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些，那你可以滚了。公主可以利用季伯载，但是不要替他出头，更不要为了他去和寒风君作对。多谢严仙君提醒。其实有些话，早该与你说清楚。当日是我自作主张，将你列入斗者名单。本是想着，有朝一日我能策反你。毕竟你深得我叔父信任，他将你安插在我父君身边，照看他的身体。若你肯帮我，定能保全我父君性命。但如今看来是我错了。严仙君跟随我叔父，想奔一个好前程也无可厚非，是我不该对你有所指望。以后不会了。哦，对了。
若是严仙君不想参加斗者选拔，可随时退出。天机，你放开我！明义的事，你明明可以提醒我的，但你却选择带人进入寿华旁宫，让我愚蠢又可笑的，在唯一能掌控的寿华旁宫丢尽了脸面。我知道，对你有所期待这件事很愚蠢，从来就不该有的。但我面对的是你啊！你不是不知道，从小到大我一直对你。到此为止吧。我现在只觉得索然无味了。哎呦喂，那一位是真不带来的呀！哎，别闹！啊！大人，我都想好了。天机公主召见，你随我去一趟。好，我对极限君有用就好。再多说一句，你就回去。不是，咪，这走了，月猫呢？咪。公主召见我夫妻二人，不知何事啊？先前发生了这么大的事，本公主总要过问的。不知公主还想知道什么？穆启柏设计名义，我夫人就是为了褫夺我的斗者身份，这不是已经摆在明面上了吗？还有什么可疑问的？当然有，比如说，你是何时养了明宪的从手？姬伯仔，你我二人同盟，但你有太多事都瞒着我了。公主挂心了，韩风君一直想对我夫君下手，在乌龟海安排了众多眼线，让他发现了我夫君收留了明宪的从兽，竟用此事来污蔑我们。幸好公主你有所决断，否则这脏水是洗不清了。是吗？其实这几日我一直在后悔，当时就该让韩风君把你带走，永绝后患。公主应该也清楚，韩风君之所以拿我发难，是以为我是极贤君的弱点。但是公主放心，你看这事闹这么大，都能妥善收场，想来日后也不会有人敢拿此事做文章。所以我的存在不是麻烦，公主留我，反而更能让季仙君将来为极心渊尽力。你倒也没有看起来的那么蠢。公主能稳坐寿华潘宫尊者之位，想必也不全然如旁人所说。旁人所说？说什么？善良天真，
胸无城府。放肆！你竟然……能让外人这样说，倒也是不错。其实明义是明县这件事，实属荒唐，叔父也是全然不信的，只不过是找了个理由过来发难罢了。但此事闹得如此大，寿华判宫上下都看着，明县这葱收不能留了。留着呗，我先养着。我是想着有朝一日，若是明县回来了，我好拿它祭旗。不知这个说法，公主可否安抚寿华判宫上下了？好，但季伯载，在外人眼中，你始终是本公主的人，所以以后遇事，你必须得先跟本公主商量。当然。公主，多谢仙君愿意保下儿妻。是你引天机公主召见我们，公主想要见你，我自然就要放你出来。你是想通过公主提醒我，眼下我们还在一条船上。我是想到了公主迟早要见你我，但我没有引她做此事，没有这个必要。那先前，我将你遣送回花月夜，你前脚刚走，言笑后脚就到了，这也是偶然。对不起，前尘往事是我对你不忠，还请季仙君大人不计小人过，看在我对你有用的份上，请你与我联手。你很聪明，但明义想与我联手，仅凭聪明远远不够，得看你的本事和诚意。好，想要铲除未经炼化的妖兽，需要用化妖之术。此术需要以自身做化妖之底，将妖兽的妖元纳入，用自体汲取，再进行炼化。但此术也有伤害灵脉的风险。若季仙君愿意与我联手，明义甘做化妖之顶，替仙君担负一切。飞虫，虫子！无归海的女主人，还会这么轻易就被一只虫子吓到？多谢大人。这么晚了，你躲到我的床上做什么？无归海的女主人，怎么不能去你床上了？大人，我他
我。大人怎么突然这般？看来连修宝钞还挺管用啊。不行，我得抢回主动权。大人，你放心，这规矩嘛，我都懂的。让我来找找。大人，我今晚都准备好了，毕竟我一直都是真心待大人的。这黄粱梦不在他身上。你别再动了。大人，你这身衣服我不喜欢，回头再说。那大人喜欢什么样的衣服啊？大人怎么就不？啊！等等，六境有灵脉的仙子，一出生就会种下引魂钉，封住灵脉。他方才是在探查我有没有种引魂钉。主上，若水的剑叶草拿到了，可有受伤？无碍。翠英，平日里以你的修为，你随意走动，我压根儿不会担心你会被他察觉。可今日一出现，就差点露了馅儿。是属下无能，无妨。既然拿到了剑叶草，也该去见后赵了。是。波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竟敢求我在此！司马堂主是失踪，等上头调查下来，我看你能应付得了？你当真觉得自己这么重要？千叶草，千叶草！你怎么会有的？你从哪里弄来的？莽夫临找百年一遇的剑叶草。后赵贤君，我够有诚意了吧？你女儿若水，患有先天的五衰之症，有了她，后赵仙君毕生的夙愿就能够实现了吧？不，住手！住手！只要你把剑叶草给若水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什么都答应你。好一个爱女如命的慈父啊！我看着都觉得自己太过于卑鄙了。好，季伯才，季伯才，我答应你，像你说的，我把我的记忆交给你。
万方神灵，经后赵仙君允准，欲取其全部记忆。多谢后赵仙君将记忆交付于我，否则我还要再费些心力找到我要对付的人。不朽，把剑叶草给若水。是。主上怎么会知道是他？你是否真的曾经中过黄粱梦啊？啊？世人都以为黄粱梦是一种药丸或是一味药剂，唯独他偏偏用了“中”这个字。对了，明义的身世你查得如何了？明义确实是寒暑之水采药仙世家的小女儿，她的父母亡故后，她一个人来到神都，进入花月夜。属下还查到一件事：明义的父母生前经常在陈院附近采药，我打听了他们的死状，是中了血珠花的毒而死。血珠花。明义仙子，寿华判宫尊者要见你。你是谁啊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时熏婆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不是说带我见尊者吗？他人呢？我已经见到你了。寿华判宫的尊者，天机公主，还不快跪下！你这我也没法跪呀。公主，你帮我来所谓何事啊？明义是吗？哎，我是。本公主命令你离开纪伯载，只要你肯走，这些财宝都归你。本公主还赠予你1000两福泽，怎么样？这何必犹豫呢？你想清楚。若你肯离开吉星渊，立刻就能获得这些东西。纪伯载的风流债呀！哦，或是你还有什么其他想要的，本公主一一为你安排。我想要黄粱梦也没有啊。若是你执意不肯离开纪伯载，那你今天可就得命陨于此了。本公主也不喜欢见血，但无奈纪伯载对你实在特殊，留下你不行。对，公主好商量，离开纪伯载也不是不行。公主，你一定觉得我会这么说吧？诚然，一个男人和这些无尽的财富，甚至性命相比，也没那么珍贵。但是，自从纪伯载把我从花月夜那个魔窟救出来之后，我就彻底爱上了他。眼下我对他是一往情深，至死不渝。那既然如此，你就死了吧，还能减少些麻烦。小雨，
着。第一次拿到吧，手别抖。来，小样儿，我都看见你了，赶紧来救我呀！季伯彩，公主何必吓唬他呢？大人，别怕。天姬公主，即便是你，也不能为难我的人吧？还请公主不要拆散我们。季仙君当真决定要维护她了。天姬公主，你我之间只是公平交易，不涉其他。我先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可若是父君一定要为季仙君和本公主赐婚，季仙君还敢抗旨吗？神君常年昏睡不起，寒风君如日中天。如今这吉星宫从上到下，怕是都以寒风君为尊了吧？在下不才，也算是个新贵。旧日的公主与新晋升的贵客，你说，寒风君会让你成功的拿到这份旨意吗？季伯载，你不要忘了，是本公主让你摆脱罪囚身份的。是，公主的确与我有恩，但本罪囚并不会以姻缘相报。我想，对于公主来说，一个能赢下青云大会的斗者，总比找到一个王女夫更重要吧？你说呢？当然，还请季仙君加持。人我先带走了。烦请公主记住，若是有人再敢为难我的名义，即便是天王老子，我也一样杀了。公主，他怎么能这么对你？他对我什么态度、什么感情都不重要。目前看起来，他还没有投靠叔父那边，这就够了。这位仙君，今日当值的姐妹全在这儿了，你想让谁献艺啊？你们谁是季伯载的相好啊？据传，曾有仙君在花月夜追赶一名仙子，却被季伯载出手阻止，说那是他的人。是谁啊？不知道啊。你们谁要是能把那仙子的名字说出来，这些啊，都归他了。这我还真不能确定。这楼里的仙子个个都喜欢季仙君。季仙君的交好实在是太多了，您来的时候想必已经问过福月房主了，他都不知道，我们又如何知道呢？是啊，这怎么可能知道？不知道呀，不知道，不知道吗？
君。哎，不是，你就看这玩意儿啊？这不对付那个东土子对症下药吗？那你不如直接给他下药好了。我倒是想呢，谁让他那么谨慎，从不吃外食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别说我了。你最近怎么样啊？你的腰伤好点没？我给你的药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哇，还得是我们张台姐啊！怎么还不愿意起来了都？我快救我！我的腰起不来了啊！真起不来了！疼疼疼疼！忍着点，谁叫你逞能的？我以为好了呢。哎，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说呢。昨日有一个客人，他不听歌，不看舞，反而来打听那日你被2个仙君追逐之事。他什么样的？挺高，挺帅，挺瘦良。你说这话有什么用？我压根没见到，好不好？他神神秘秘的躲在屏风后，一看就来者不善，所以我就替你遮掩过去了。谢谢你啊。藏得这么严实，他该不会是个斗者吧？他应该是了。这斗者若是擅入外境，要是被发现，可是要送命的。你再帮我揉一下这里。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那日他滴酒未沾，但是他咬了一口栗子糕。栗子糕，果然是这蠢东西。我回去啦。真般配。大人其实不用来送的。毕竟是乌龟海女主人的朋友，初次到访，这点礼数我还是能尽到的。不愧是这个家的男主人。今日甚好。什么甚好？天气甚好。哪里好了？这眼瞧着都要下雨了。我看还要打雷了呢。玉虫得手之前，再陪你演演。大人，你说的到底哪里甚好呀？恭贺司徒领仙君新任吉星渊司判堂主事，肃清朗之风，明公正之气，神君庇佑，星辰万古。小司徒，你可算是来了呀！这司判堂，本君代管数月，是身心俱疲。往后可就要交给你了。这茶真苦啊！接寒风君飞说，自是日夜兼程，提前赶到，愿为寒风君分忧。
小司徒，你才智过人，满境招考，你可是头筹啊！得你就任司判，定能助本君助吉星渊一臂。后赵自青云大会失踪后已有许久，我已查明，他与陈渊御司过从甚密，或许他的失踪与陈渊有关。这个可得好好查清楚啊！卧房已经替你收拾好了，你先去歇息。往后需要多少人手，你尽管调派。来，祝你。多谢韩风君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好苦啊！什么茶这么苦？唉，以后要上宫，真是苦上加苦。殿下，自岐伯载赢下比试后，后赵就不见了。我们先前却是从未将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想过。是本君一叶障目了，一心想着要拉拢他，让他自愿交出手中的黄粱梦，却忘了他既然拥有黄粱梦，那他和薄雨兰的关系一定匪浅。司徒领来了，殿下即将卸任，自然是要办宴请人的，不如就趁明日设宴请季伯载来，且试他一试。若是季伯载与薄雨兰当真有牵扯，那便不能留他了。其实今晚你可以不用来的。韩风君设的宴席，我怎么能不去呢？我是想说，前任司判失踪，穆西柏一直代为打理司判堂，今日不过就是一个谢人宴而已。我都上大人船了，大人才跟我说这些，我会以为是担心我出什么情况，跟我提前交代呢。那个新来的司判堂主事是谁啊？说是叫司徒领。哦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？我也未曾见过，听说就是一个滑头小鬼而已。今日的谢人宴，按理说他也该去的，可他却突然推辞，说什么今日上宫太累，不能饮酒，不能开荤，缺席了。大人也应该找这种借口缺席才是。我不想溜，该面对的事情，怎么都要面对。我懂了，大人就是担心韩风君再给你塞人，才带上我的。是。我不喜欢别人塞给我的，我喜欢自己选的。嗯。大人，韩风君来乌龟海的那个晚上，我在大人房间不小心碰到一个盒子，里面掉出一个坏的铁扇子。我就想，那么破的东西，大人为何还留着？啊，难不成是哪个小仙子留给大人的？那是明宪的法器。啊，那大人干嘛收着？明宪战败了，想留着当战利品。其实，他的确如外界传闻一般，是个极具天赋的斗者。甚至我当时觉得，他未必赢不了我。但不知为何，他的灵力仿佛突然枯竭了一般，于是我也难以收回我的灵力，险些将他杀了。幸好，他的那个法器救了他，我便把他留了下来，想着有朝一日，战场再见。
能还给他。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了？你就当没听过吧。他说的不似作伪，难道给我下离恨天的人不是他？给我下毒的，如果不是他，那会是谁？到了。这一杯，我敬继兄。你看，如今在下有人管着，明义不让我饮酒，不如这杯就让明义来带我饮吧。怎么能让严仙君敬我呢？我敬严仙君才是。在下从未见过继兄在外饮食，这是为何？哪能的？我家大人在花月夜每次吃的跟猪一样，你看他，都是配合一下。寒风君到。恭迎寒风君。哎呀，不必起身，不必起身。上回不是说了吗？以后你们都像博仔老弟一样就好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都把手放下啊！手放下。今日给新任司判腾出卧房，你们猜怎么着？在后赵原先的住所里，我们找到了这幅美人画像，画得如此秀色可餐，莫不是后赵司判的小情人？后赵不知去向，难不成是和这仙子私奔了？哎，诸位，你们都看看，看有谁识得这位画中仙吗？用什么法术画的？他竟还能动？能被这罕见术法所化，必是特别之人。继兄与哪家仙子都相熟，瞧瞧，可认识他？即便我相熟的仙子多，那也是过去的事了。如今心中只有明义一个人。继兄转了性子，都会惧内了。这画中仙，可瞧着像是继兄会喜欢的。继兄当真不认识？继兄，要不再仔细瞧瞧？气仙君不认识，那让我来瞧瞧。
这仙子当真是风雨啊！哎，让我也瞧瞧。嚯，这樱桃小口，若是能一亲芳泽，当真不枉啊！这神仙妙法，画中仙还可动作。倘若能换些姿势，岂不是更好？丈夫胸中存沟壑，美人一笑总倾城。相与交颈明月夜，念念不忘惹相思。孙仙君，没事吧？酒量不好就少喝点吧。这是谁扔的杯子？你干的？你故意的吧？怎么，觉得自己现在跟对人了，就开始放肆了？你给我起来！季贤君，孙辽也曾与你同台青云大会，你未免过了吧？怎么我低头吃了半个瓜，就打起来了？好了，季仙君，你如此愤愤不平，是为了身旁佳人，还是为了这画中仙？哼！韩风君，都是我不小心把那杯盏给弄到地上，害孙辽仙君出丑了。真跟大人没关系，都是我扰了大家的兴致，还请韩风君降罪。起来，你又没错，为何要跪？韩风君误会了，在下方才所为，无非是为了维护心爱之人。若是日后韩风君遇到真爱，便会理解。无耻之徒，无聊之地，我们就先不聊了。告辞。